你敢信吗？中国最有钱的城市，现在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起了。曾经 GDP 领跑全国，出口量全球第一，科技产业蒸蒸日上的深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失速。深圳市统计局6月底发布的5月经济快报，只公布了几个主要指标，已足够说明问题。而更详细的数据要等到7月下旬才能揭晓。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的领头羊，作为高科技产业密度最高、外贸依存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深圳已然进入全线下滑的状态。从工业看，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 3.5%， 而2024年同期是 12.3%， 直接少了 8.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制造业增速几乎砍掉2/3。1至4月工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4.3%， 企业亏损面高达 39.5%， 也就是说，每1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4家在赔钱。作为中国经济3驾马车的投资、出口和消费，这3根支柱都在同一时间动摇，固定资产投资下滑尤为严重。1至5月同比下降 9.2%， 相比2024年同期足足少了 18.3个百分点。此前1至3月仅下降 2.1%， 1至4月下降 8.5%， 到了5月趋势继续恶化。其中国有经济投资下降 14.2%， 民间投资下滑 11.8%。 国有投资突然转为断崖式下滑并不难理解。从房地产企业的债务暴雷到地方财政出现赤字，资金链正在全面吃紧。有数据显示，深圳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2025年前5个月同比下降 4.8%， 增速比政府自己的预期还少了 5.8个百分点。而深铁集团作为深圳国资委的重要平台，被曝已向本地龙头房地产公司累计提供逾211亿元的借款，财力之紧张显而易见。出口也陷入泥潭。1至5月，深圳出口同比下降 8.6%， 2024年同期为增长 37.2%， 相当于下降了 45.8个百分点。1至3月、1至4月出口也都呈现负增长，下降幅度分别为 8.7% 和 7.0%。深圳出口结构本以电子、高端制造为主，依赖国际市场高度集中，一旦出现海外订单减少、地缘政治冲突、关税壁垒等变量，外贸即刻遭遇重创。出口带动的货运量也同步下滑，1至4月全市货运量同比下降 8.6%， 其中铁路货运量下降 18.9%， 水路货运量下降 12.7%。 铁路货运作为衡量中国经济真实运行的指标之一，长期被外界认为比 GDP 数据更具参考价值。如今的断崖式下滑，直接揭示了制造业空转甚至停转的危机。从出口主体来看，民营企业出口下降 11.7%， 外资企业勉强保持了 3.0% 的增长。而从出口目的地看，对美出口下降 12.5%， 对东盟下降 14.2%。美国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后，对深圳的打击迅速而直接。消费数据看似是唯一的亮点。1至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7%， 其中商品零售增长 5.0%， 餐饮收入增长 1.8%。但真实情况远不如表面那么乐观。这部分增长大多是依赖于国家发放的补贴，集中在家电、汽车等品类上。缺乏补贴的民生类消费表现惨淡，比如餐饮，在1至4月的增长率只有 1.2%， 实际情况更值得警惕。不少商业综合体已经改建为菜市场以求生存。高端餐厅、连锁零售品牌、消费电子卖场纷纷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快餐摊、小商品和临期食品折扣店。表面仍灯红酒绿，实则是消费降级的群体性逃亡。有分析指出，前几年深圳工业增速保持在2位数以上，主要依赖的是新能源产业，包括锂电池、光伏器件、
新能源汽车等。但随着产能迅速扩大，2025年这些领域普遍陷入过剩加亏损的双重陷阱，不再是抢订单、抢产能，而是拼补贴、拼融资。曾经引以为傲的新质生产力，如今反倒成了拉低数据的沉重负担。在经济滑坡之下，一些网络爆料开始被广泛传播。例如，有网民称深圳某重点高中在5月只给教师发了1/3的工资。这一说法虽未被政府明确承认，但有主流媒体一度发布相关报道，随后又迅速删除，似乎印证了消息的真实性。教育行业的问题往往意味着财政已到极限，发不出教师工资，不只是个别学校的现金流短缺，而是整个公共支出系统已经吃紧。更广泛的影响很可能会蔓延至医疗、社保等其他领域。不仅教师在撑，连高科技行业也开始陷入资金断裂的边缘。越来越多视频显示，科技园区的写字楼灯火通明，但不少企业只是维持表面运营，靠共享工位撑场。星巴克、麦当劳等连锁餐饮店被假装上班的打工人占满，一台笔记本、一杯咖啡，一坐就是一天，真正的业务早已停摆。据部分金融从业人员透露，一些南山的科技公司，甚至是上市企业，也已经出现工资难以按时发放的情况。有员工反馈称，公司故意安排不合理工作内容，逼迫其主动辞职。这种操作避免了裁员这一成本高昂的流程，却将风险和后果全部转嫁给劳动者。城市中产群体的焦虑正在蔓延。如果不背债、不欠信用卡、不欠网贷，现在在深圳已算人生赢家。有信贷行业人士直言，现在很多客户月收入已经难以覆盖贷款本息，每个月都在拆东墙补西墙，只要一份工作断掉，家庭系统就可能瞬间崩塌。更底层的打工人遭遇的则是赤裸裸的生活危机。有博主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龙华汽车站、广场、公园等区域有大量市民夜宿街头。有人表示，已经在深圳露宿超过20年，过去在桥下，现在改在广场，认为更安全。曾经这座城市接纳了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而如今有人就这样在城市边缘沉沦，毫无声响。对于深圳经济突然恶化的原因，不少评论者指出是长期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外资大撤退，台资企业转移，制造业外迁，商业持续萎缩，高房价和高债务叠加，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就像是一场无声的崩塌。地铁空了，街道静了， CBD 写字楼变空壳总部，一些连锁咖啡和快餐品牌也开始撤离。深圳的某种气质正在被悄然抽离，变得陌生、冷清、压抑。这不是某个行业的衰退，也不是个别数据的异常，而是整个城市系统正在陷入钝性休克，企业不扩张，政府不投资，居民不消费，每一环都在等待别人先出手，最后谁都动不了了。在外资逐步撤离的背景下，深圳正在快速从一个全球资本汇聚地变成了一个去全球化的样本城市。曾经蜂拥而至的外资企业，如今正以惊人的速度撤退。苹果相关的供应链陆续转移至印度和越南，三星和 LG 也开始关停在深圳的业务，台资电子厂则大批外迁至东南亚。留在深圳的企业，不是在砍产线、减人手，就是在清理库存，等待出清。国际咨询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净直接投资在2024年首次转负，2025年继续加速流出，撤资速度创下历史纪录。而作为外资最密集的城市之一，深圳首当其冲。资本用脚投票，向全世界传递着一个信号：这座城市的回报率正在步入海外的替代市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样板，从来以制造业著称。过去30年里，工厂林立，流水线轰鸣，不少人靠一双手在这里打下半座城。但到了2025年，深圳的工厂接连关停，成批倒下。有的企业在一夜之间人去楼空，
有的甚至来不及发最后一笔工资。龙岗、宝安、平山等传统制造区里，到处都是租售招牌，曾经排队招工的厂门，如今只剩宝安孤零零站岗。厂房变仓库，仓库变闲置资产。大量制造企业表示，现在不是没有人愿意干活，而是没有订单、没有利润、没有现金流，继续开下去只会越赔越多。深圳以往依靠总部经济战略吸引全国资源汇聚，但如今这些所谓总部变成了一座座空壳公司。福田、南山的写字楼空置率一路飙升，多数企业不再续租整层，而是转向灵活共享工位模式。有的公司甚至仅保留注册和邮箱地址，用于形式上的存在。不少中介表示，现在写字楼租赁谈价向跳水，整层办公室月租下降超30%，也无人问津。某些楼宇直接对外宣传免费入住3个月，只求聚人气保人气。有些 CBD 的高端商场早已撤下品牌门头，转而出租给快闪活动、展销会乃至临时菜市场维持运营。房地产市场也陷入极度低迷，二手房成交量大幅下滑，挂牌价格屡创新低。核心区的学区房价格腰斩，郊区新盘干脆推出送学位、送车位、送物业式营销，仍然引起买气。投资客集体出逃，房东们无奈地将房源以亏本价挂出去，只求尽快脱手。数据显示，全市空置住宅约95万套，空置率已逼近鬼城红线 15%。这是个极具危险信号的数字，代表着不但房子卖不动、租不出，连未来的刚需都不愿意进场。所谓抢房潮学区房信仰正在被冰冷的现实打碎。一位房产中介透露，现在只要客户肯接电话，就已经很难得了。他同时表示，业主不断下调心理预期，有人3年前买进的房，如今低于成本价200万元，仍然无人接盘。甚至有业主直接在群里喊，只要能卖掉，我给买家赠10年物业费。就业市场也难逃下行命运。2025年，深圳高校应届毕业生超过18万人，但截至6月底，整体签约率不足 35%。大部分人流向电商、快递、直播等无成长型行业，甚至部分硕士毕业生愿意月薪3000进入零售超市打工，只求一个稳定交社保的岗位。而对35岁以上的打工者而言，这座城市变得极其残酷。一旦失业，重新就业的机会微乎其微。有互联网中层坦言，投出300份简历，没有一家公司打电话。职业生涯断裂之后，多数人被迫回老家，或转行送外卖、做司机、摆摊。蓝领工人群体的境遇更加悲惨。随着制造业凋敝，不少人面临拖欠工资、失业维权，甚至失联失踪的风险。劳资纠纷上升，工地民工、厂区技工、商场促销等传统岗位大量消失。很多人选择离开深圳，回乡务农或干散工维持生活。在城市的缝隙中，越来越多的人无家可归。据实地视频记录，龙华、香蜜湖等地的桥下、绿地、广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夜宿街头的群体。他们中有工人，也有中年白领，有人睡纸板，有人靠捡瓶子为生。曾经的逐梦城市，如今变成了失落者的避难所。不少观察者提出质疑，深圳的经济为何在短短2-3年内急转直下？实际上，这并非意外，而是多年矛盾的集中爆发结果。长期以来，这座城市高度依赖外资、出口和房地产驱动，结构单一。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波动，资本回撤，本地经济很难迅速找到替代动力。同时，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与投资拉动，忽视了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的真实承压。过去的繁荣建立在卖地、搞基建、拉投资、推房价的链条之上。当房地产交易急冻，企业融资受限，财政收入下降，整个经济模型就会陷入正反馈式下坠。企业不投产，个人不消费，政府不敢支出，陷入3低循环：
低预期、低信心、低流动。更深层的困境在于高房价和高成本让年轻人不再向往这座城市。在高企的房租、生活支出和缺乏职业上升通道面前，深圳失去了它最珍贵的移民吸力。留在这儿的人被迫苟延残喘，离开的人转身就不再回来。而公共服务系统的断供信号已预示问题蔓延至更大范围。当教育行业都开始降薪、欠薪，意味着财政能力已接近极限。再往后，是否会波及医疗、社保、治安、基础建设等更多领域，没人敢保证。曾经的深圳是中国最有未来的城市这句口号的代名词，科技之都、创业热土、创新中心、资本天堂，无数闪光的标签曾贴在这座城市身上。但到了2025年，这些标签开始剥落、掉色、消失。它不再闪耀，不再吸引，不再鼓舞。它正迅速滑向一个新的身份：债务之城、空壳之城、焦虑之城。这不是一场短暂的下滑，而是一种深刻的失速。不是某一座城市的孤立现象，而是一个庞大经济体制深层危机的前奏。若连深圳都如此，其他城市的未来又将被命运带往何处？